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G 卡230G1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个分油盘其实它在今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5个月之前，他曾经寄过来给大哥整修过。那他这次又寄回来，可能又碰到堵塞，那可能引擎又不顺。那无论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OK， 好，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目前的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如果说我们整修好的分油盘，那如果油箱那边的污染我们没有排除的话，那可能会造成2次污染。当然2次污染这个是我们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在整修好的分油盘在回装之前，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油箱那一端的污染尽量把它排除掉避免让我们又重新碰到这个堵塞的状况。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右倒数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55，第二缸168，第三缸168，第四缸165。总体看下来，它这个全油门的出油量都还好只有第一缸的出油比其他的还少了大概15 ml 左右。其实这个问题倒还不严重。我们接着再来看看它第二部分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模拟怠速的测试，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大哥看到它这个油压调整机已经开始在漏油，在滴油了。那这个现象是必须要更换油压调整器。油压调整器是提供我们稳定压力的一个零件。它这个滴油的话，会有火烧车的风险。OK。接着我们要进行这颗从香港来的230G1的4缸分油盘，编号54629的整修前第二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最主要是要检查它在怠速的时候呢，它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怠速的出油量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编号54629的4缸分油盘的整修前的故障测试，第二阶段的10分钟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右倒数分别是1、2、3、4缸。
第一缸152，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75。从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第一缸有很大的出油量的减少，但是从模拟怠速我们看到它第一缸跟第二缸的出油量155跟180就差了25ml。那所以说这个分油盘很明显它是又第二次污染，造成第一缸的出油量严重不足。如果以这个怠速小油门的测试下来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车的怠速是不稳定的。那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测试结果。因为这颗它附过来的油压调整器是漏油的状态，那大哥打算换上这一颗这个油压调整器这颗状况是非常好的。那因为油压调整器相当贵，一颗现在可能要破万了。那我们好不容易能够找到这个外汇来的二手的良品这个一颗大概在5、6千块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换上去，我们再做检查。这颗从香港来的230G 的 G Car 编号54629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因为2次污染所造成它的小油门的供油量模拟怠速小油门的供油量严重的不均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整修完的分油盘没有在安装到车上之后呢，没有去注意到它油箱的污染的问题，造成2次污染。那么大哥整修完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整修后的结果。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ml左右我们希望它这颗分油盘在整修过之后呢，在回装到车上一定要注意油箱的整洁。也就是说，不要再有不干净的油来污染我们整修好的分油盘。大油门主要是在决定我们系统的供油量，也就是在行驶中的供油量跟小油门怠速是它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OK， 好，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70，第三缸170，第四缸168。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香港来的230G1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非常重要，它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
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平均，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230G1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170，第2缸172，第3缸172，第4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哦，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大哥在此还是要郑重的提醒各位车主，就是分油盘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在保用20年，不应该再堵塞，因为它并没有坏，它是堵塞。那我们今天把它整修好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供油系统油箱那边一直从帮浦打出来的汽油都是干净的。所以汽油滤芯一定要记得跟机油滤芯同时更换，保持我们的汽油的高品质，不要再污染了。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